这2天在北京的一些圈子里有一则消息传得沸沸扬扬，但是在中共的官方媒体上你一个字也看不到。据说9月25号，在乌鲁木齐原定要举办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的主会场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发生了一起针对习近平的爆炸袭击图谋。虽然这个图谋被安全机构提前查获，但其惊险程度足以让中南海惊出一身冷汗。直接的后果就是这场斥资38亿专门为庆典打造的盛宴被临时更改了场地，从可以容纳数万人的体育中心狼狈地转移到了空间狭小的新疆人民会堂。原计划的万人游行和大型文艺演出也一并取消。你觉得这只是一个孤立的安保事件吗？那就太小看这里面的门道了。因为几乎就在同一时间，官方发布了一张习近平在新疆视察，对在教育营内上万名新疆的年轻人训话的照片。我陷入了长久的沉默。为什么？因为照片上那些年轻人统一穿着红黑色类似囚服的服装，一张张年轻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就像一群被抽走了灵魂的雕塑。那是一种比悲伤更可怕的死寂般的平静。一边是习近平疑似险遭不测，行程草草收场，安保措施到了草木皆兵，甚至切断一切民用无线电信号的地步，另一边是他统治下的年轻人呈现出一种集体性的毫无生气的麻木状态。而且你以为安保升级是因为外部威胁吗？恰恰相反，最大的恐惧永远来自内部。有消息说，习近平实际上已经被党内的一股力量剥夺了军委主席和总书记的核心权力，只保留了一个国家主席的虚衔。按照不成文的规矩，军委主席最多连任2届，邓小平和江泽民都未曾打破，你凭什么能一直干到死呢？难道就凭你说的自己要活到150岁，现在还是个宝宝？但军队的将领会服气吗？更有意思的传闻是，为了安抚他，党内的老同志们给了他一个新职务，政协主席。你说可笑不可笑？政协主席在中国政治光谱里是典型的2线职务，除了统战几乎没有任何实权。把他从军队和党的最高位置上挪开，放到一个负责统一祖国、解放台湾的部门，这本身就是一种充满黑色幽默的政治安排。你看，他风光无限地去新疆庆祝成立70周年，展现一种帝王般的威仪，但背后流传的却是他权力被架空，甚至性命堪忧的故事。这种巨大的反差，恰恰说明了他现在所处的真实境况。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一个统治者越是感觉自己的权力不稳，就越是会沉迷于盛大的庆典和宏伟的工程，因为这些东西能给他带来虚假的安全感，能让他感觉自己依然掌控一切。就像清朝末年的慈禧太后，当整个帝国已经风雨飘摇、内外交困的时候，她依然醉心于修建颐和园，过着奢华的寿宴。外人看来是荒唐，但在她自己看来，这或许是唯一能够证明自己权力依然存在的方式。今天我们在新疆看到的这一幕是何其相似，但一个现代国家的领导人在面临如此现实的政治和安全威胁时，他最关心的是什么？你可能以为是经济，是民生，是如何缓和内部矛盾，这些都不是。我们要看懂这个局，就必须进入一个外人难以理解，却在中国历史上流传千年的传统和习俗——风水和龙脉。这听起来很玄，但你只要把几件事串联起来，就会发现其实很清晰。几年前，习近平曾经6次亲自批示，要求整治秦岭的违章别墅。一个国家最高领导人，为什么对一个地方的违建项目如此上心？当时外界普遍解读为政令不出中南海，是地方官员不听话，要杀鸡儆猴。这个解释当然成立，但很可能只说对了一半。更深层的线索，在那之后陕西省官方的一系列动作中显露无遗。2021年，陕西省公安厅居然公开搞了一个名为护卫秦岭祖脉的专项行动。大家想想，祖脉这个词在现代政治语汇里是何等的刺眼和诡异。这是谁的祖脉？中共官方的说法是中华民族的祖脉，但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下，当一件事情被提升到重大政治任务的高度，这个祖脉究竟指向谁？答案几乎是不言而喻的。而中国的龙脉在风水学上发源于昆仑山，分出北、中、南3条干龙。秦岭恰恰是中干龙中最关键的一段，滋养了13朝古都西安的龙气。习近平本人是陕西人，他父亲习仲勋在2005年经过中央特批，从八宝山移葬回陕西富平老家。
那座陵园的选址可以说是集风水大成之作，背靠秦岭余脉双峰山，面向温泉河，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山环水抱格局，精准地踩在了龙脉的气穴之上。我们回头看，也正是在那之后，习近平的仕途一路高歌猛进，从浙江到上海，再到中南海，似乎都印证了某种神秘力量的加持。那些别墅深挖地基，破坏山体，在风水学上被视为斩断龙脉的大忌。这动的不仅仅是生态环境，更是他个人乃至整个红色家族的气数。因此他才会不惜动用雷霆手段，派出中纪委高官坐镇，将陕西省委书记、西安市委书记等一众高官送进监狱，判了重刑。表面上是反腐，是环保，但里子上可能是一场现代版的龙脉保卫战。而一个统治者开始将自己的命运和政权的稳固寄托在这种虚无缥缈的龙脉之上时，这恰恰暴露了他内心深处对自身权力合法性的极度不自信。他需要的已经不仅仅是党纪国法，而是超越世俗的来自天命的背书。理解了龙脉焦虑，你才能真正看懂习近平另一个大手笔——雄安新区。这个被他称之为千年大计的项目，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浓厚的风水色彩。为什么选在河北那个地方？因为雄安新区背靠太行山，东南面向华北最大的湖泊白洋淀，同样是前有照后有靠的山环水抱格局。而且据说有风水师告诉他，白洋淀是凤鸣之泽，是王者兴起之地。他试图在这里再造一个北京，一个能够为子孙后代奠定千年基业的新都。这套逻辑是一以贯之的，保护秦岭龙脉是为了守住根，修建雄安新区是为了开创未来。他试图通过改造地理来重塑自己的命运和这个国家的国运。这是一种典型的帝王心态，是一种人定胜天的狂妄，也是一种对现实无能为力的转移。因为现实世界的问题，比如经济下滑、社会矛盾、国际孤立，他一个都解决不了。于是他只能退回到这种古老的神秘主义的领域里去寻找确定性。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千年大计正在变成一个巨大的笑话。2023年夏季的一场大洪水，为了保住雄安，把周边的千年古城涿州淹成一片汪洋。这一下子就暴露了雄安选址的致命缺陷，它本身就在一个历史上著名的泄洪区里，一个连基本生存安全都无法保障的地方，怎么可能成为未来之都？更要命的是，雄安缺水，整个华北平原都是资源型缺水地区，白洋淀自身都多次干涸。一个没有水的地方，怎么可能支撑起数百万人口的超级城市？没有足够的人，哪来的人气？没有了人气，哪来的生气？一个没有人气和生气的千年新都是什么？朋友们，那不就是一座为王朝提前准备好的巨大陵墓吗？一座规模空前的兵马俑之都，庄严宏大，却毫无生命气息。这恐怕才是习近平的千年大计最讽刺的结局。当千年大计变成烂尾工程，当龙脉之地传来爆炸威胁，就需要有人来为此负责了。于是我们看到，最近关于高层内斗的传闻也开始甚嚣尘上。他最倚重的国师王沪宁，那个为他设计了整套理论体系的知识分子，据说也因为作恶多端，早已被元老们拿下。高层政治的动荡，民生的凋敝就成了必然结果。于是我们看到，中国越来越多的女性在经济萧条和失业潮中，不得不加入外卖大军，成为在街头巷尾穿梭的女骑手。我们也看到，大连的一位律师为了鉴赏负责案件的法官，沟通阅卷事宜，3个月都找不到人，最后不得不在网上发寻人启事。这说明连基本的司法程序都已经停摆，整个官僚系统陷入了一种半瘫痪的待政状态。这些看似孤立的事件背后其实是同一个逻辑，当体制的核心全都围绕着一个人的玄学政治和安全焦虑空转时，社会的正常功能就被牺牲了。更有讽刺意味的是，外部世界对这一切并非毫无察觉。就在他忙于新疆的庆典和应对内部危机时，大洋彼岸的美国已经有7所顶尖大学宣布终止和中共国家留学基金会的合作。这背后是一个清晰的信号，世界正在与这个越来越封闭、越来越不可理喻的体制进行切割。中共这个社会最可怕的地方，就在于他试图将所有中国人都变成只会吃饭、没有表情的活死人。可悲的是，到今天为止，中共坚称新疆从来不存在所谓在教育营。